演员英是拥有无数观众的。出殡之日，很多人捐款，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坟地，足见当时的中国人尽管是在敌伪势力之下，具有爱国心的还是不在少数。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内地，战争越来越激烈。报纸上天天在显著位置刊出战时电讯，中国军队的确尽了抗敌的力量，每一场战争死伤的士兵都不计其数。看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就是台儿庄一役，日本人几度惨败，死伤无算，有若干地方报纸上连地图都画不出，一般市民只是暗暗推测到国军作战的情况越来越困难。战况如此的恶劣，跑马厅中的日本驻军几乎每隔几天就升起一个大气球，气球下面拖着一条布带，带上面写着日军攻占城地，确保治安字样。这样一来，市民都有些泄气，但是就当时上海市而论，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，房屋挤迫得了不得，而游乐、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。当时市民口头常有一句感慨的话，叫做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。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的热闹情形，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，后方跳舞。说起来真是感慨细致。中国军队冲入台儿庄，与日军巷战。陈舞开始跳到天光。从前上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，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，最著名的如百乐门、圣艾纳、仙乐丝、丽都、大都会、米高梅、维也纳等，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。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，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，这种规模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。二流舞厅数目更多，为大户、国际、云长、大东、大华、新大华等，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。以上所说的舞厅都聘有7至10余人的大乐队，只有3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，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，一个是木耳明路今茂名北路的小舞场，租谢宝生住宅改的，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。当时个舞厅的票价，一流的都是1元3跳，二流的也是3跳，三流的是1元6跳。至于小都会和胜利舞厅的舞票，1元可跳12跳或16跳，唯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舞票，竟然同一流舞厅一样是1元3跳。那时舞厅里的舞女，一流舞厅总有60至120名，二流亦相仿，三流的不过30-50人。30年代的上海舞女旧时，附设于上海南京路大东旅社楼上的大东跳舞场。在这个时期，多数舞客是商人，因为当时经营五洋杂货的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，所以夜夜欢乐通宵，挥霍无度。但是论舞客的品性来说，都是斯文有礼，从来没有客人敢胡作非为。即使客人看中某一个舞女，想追求她也不容易，有人一天连捧几次场。当时舞女连做午餐舞、茶舞、晚舞，除了给正常的舞票之外，舞票中还夹带现钞，数字都不在小数。我记得有一个煤业大老板，连捧一个红舞女达半年以上，结果得到的是口头上的谈情说爱，其他什么都谈不上。有人讥笑这个大老板，而大老板说，越是这样，越是有趣。类似这种情况不一而足。当时上海若干舞厅当局为了争取有利时间，创行了晨舞，
早8时至中午11时，5课接下去一场连一场，一直可以跳到大天光。我别的也不多写，舞女之中竟有做爱国工作的，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百乐门舞厅的舞女陈曼丽。她亭亭玉立，非常美丽，在上海舞女之中已红透半边天。每晚去捧场的是一些富翁和官绅名流、汪派新贵以及高层的日本人。谁知道一天晚上，突然之间在他坐台时间，被人用手枪砰然一声击倒在地上，血洒舞池，当场玉殒香消。后来有人说，这件事是76号的人干的，因为百乐门和76号相距甚近，租界当局对这件事也含含糊糊的不加追究。